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全球市场其实就像一场正在上演的心理战？美联储每动一次利率，就像投下一颗小石子，溅起的水花瞬间扩散到黄金、股市、汇率，甚至我们手里的一杯咖啡价格。9月，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，市场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反应不大。黄金小跌 0.2%， 三大股指有涨有跌，看似不起眼的一次动作，却暗示着未来更大的风暴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市场最怕的不是降不降息，而是未来还会不会继续降，降多少。这才是真正决定生死的关键。你以为这次25个基点就是全部？不，这只是开胃小菜，真正的大戏还在后面。你去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给出的解释，说这是一次预防式降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风险还没真正爆发，但他们先未雨绸缪。但问题在于，数据却在悄悄告诉我们，这根本不是预防，而是应对。美国经济的地基已经出现了裂缝。那裂缝在哪里？关键就是非农就业数据。别被名字吓到，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美国除了农业以外，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增的就业岗位数。说白了，这个数字就是美国经济是否还在扩张的体温计。过去几个月，这个体温计急速降温。5月到8月，美国每月新增就业岗位都只有2-3万，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7到10万。而且美国官方还悄悄下修了过去一整年的就业数据，直接少了91万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国企业在缩招，在收缩，经济并不像表面那么风光。你还记得2008年吗？次贷危机爆发前，其实数据早就亮了红灯。200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就开始减少，2007年新增岗位大幅下滑。到2008年，危机真正爆发前的几个月，非农数据一路暴跌，直到9月单月减少45万，才引发金融系统的全面坍塌。今天的情况是不是似曾相识？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川普急得跳脚。他拼命喊着要大幅降息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不尽快刺激经济，美国真的可能重演2008年的剧本。可问题是，鲍威尔敢吗？他卡在一个死胡同里。一方面，就业数据在走弱，美国经济已经显示出衰退的苗头；另一方面，通胀却居高不下。CPI 还在往上走，核心通胀也死死粘在 3% 以上。降息太快，可能把通胀再点燃；不降息，经济可能硬着陆。这就是典型的高通胀加低就业增长的局面。而历史上，美国遇到这种情况只有2个结果，要么滞胀，要么衰退。回顾历史就更有意思。1973到1975年，美国降息应对通胀和失业，结果通胀没下去，经济反而更糟。1979到1982年，美国加息紧缩，结果经济直接衰退。换句话说，只要同时出现高通胀加就业冷却，美联储几乎就是左右为难，怎么选都有人要付出惨痛代价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这次的25个基点不是重点，真正的悬念是美联储会不会在2026年前把利率降到 3% 左右。要是降，意味着他们承认美国经济撑不住了；要是不降，那可能意味着市场要先经历一轮残酷的清算。你可能觉得这离我们很远，但你想想看，美股过去16年几乎一路上涨，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美联储就是靠无限量化宽松，靠印美元，把市场撑到今天。可任何市场都不可能只涨不跌。16年一轮回，是不是该由一场黑色星期五来重置？这就是现在的微妙之处，看似平静的25个基点，其实背后藏着一连串的问号。就业撑不撑得住？通胀压不压得下？美股会不会断崖式下跌？美元还值不值钱？
人民币能不能趁机突围？这些才是我们真正要盯紧的核心。我们先把非农就业这个指标讲透。很多人一看到就业就会以为是失业率，其实完全不是。非农就业看的不是总共有多少人在工作，而是每个月企业新增了多少岗位。换句话说，它像一台机器的转速表，转得快说明工厂在扩产，服务业在扩张，经济有活力；转得慢说明企业在踩刹车。美国过去2年新增岗位的曲线就像一辆车从时速120突然降到60，看上去还能跑，但劲头明显不足。2023年全年新增270万个岗位，2024年只剩下220万，而2025年一开年就被下修掉91万，相当于直接掐灭了1半的增长。你想，这还是官方数据。要知道，美国的统计口径里，很多临时工、兼职也算进去，真实情况可能比纸面上更冷。历史总是会留下蛛丝马迹。2008年危机爆发之前，非农就业在2007年就已经亮了红灯，每个月新增岗位越来越少，到了2008年上半年甚至连续下滑，危机真正爆发那一刻，已经连续几个月是断崖式减少。非农数据几乎是提前半年的预警。今天它再度下修，难道不是在提醒我们，美国经济的衰退序幕已经拉开？但偏偏在就业走弱的同时，通胀却死死赖在高位。你去看，美国 CPI 已经不再是2021年那种疯狂飙升的走势，但它也没有掉下去，而是横在 3% 以上。核心 CPI 更顽固，房租、服务业的价格居高不下。美国人去看医生、去餐馆、交房租，发现价格没怎么下来。也就是说，生活的痛感依然在。于是问题就棘手了，如果只看就业，美联储必须迅速降息，甚至一次性降100个基点，把资金释放出来救经济。但如果只看通胀，美联储必须稳住，甚至加息，不能让物价重新飙升。这就是鲍威尔口中的预防式，听上去很体面，其实是骑虎难下。你要知道，美国不是第一次陷入这种困境。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就是最经典的案例。1973到1975年，油价暴涨，导致通胀率高达 6% 以上，失业率也同时升到 7.5%。美联储当时选择快速降息，从 11% 砍到 7%， 结果呢？通胀没下去，经济更糟，直接陷入滞胀。到了1979年，情况再度重演，这一次美联储反过来拼命加息，利率一路拉高，但结果还是引发了严重衰退，最后只能靠减税救场。这说明什么？只要出现高通胀加低就业增长的组合，美联储几乎没有好办法。降息可能点燃通胀，加息可能压垮就业，两边都是坑。而这就是当下美国最危险的局面。你会发现，市场的解读也分裂得厉害。像高盛这样的投行直接给出预测，2025年会降息2次，2026年再降2次，到时候利率降到 3% 左右。但也有人唱反调，说不仅不会连续降息，反而有可能加息。你看，两拨人对同一组数据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，这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。那我们该怎么理解？关键得看全球资本的流向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美联储的一次降息不仅仅影响美国本土，还会波及全球。你看人民币就是最直观的例子，美联储一降息，人民币立刻升到 7.11。为啥？
因为市场觉得美元未来可能走弱，资金自然就有机会往新兴市场流。可如果美联储转头又加息呢？人民币马上又会被打回去。更微妙的是股市的反应。美股在这次降息后并没有出现普涨，反而是涨跌互现。道指涨了260点，纳指却跌了70点，标普也小幅下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没有统一的信心，而是在观望。投资者不知道未来是继续宽松还是掉头收紧，所以只能各自解读。这就像一场心理战。美联储丢出一颗石子，水面上的涟漪，有人看成是机会，有人看成是危险。关键在于未来这一连串的25个基点会不会演变成一次真正的大幅度降息潮。而一旦真的进入降息通道，对全球资本格局的冲击就远不止股市。想象一下，美元利率从 5% 降到 3%， 意味着美国国债收益率骤降，全球资金会重新寻找高收益资产。那会发生什么？黄金可能再次迎来大涨，大宗商品可能卷土重来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可能趁机抬头。但别忘了，风险也在放大。为什么？因为降息救不了结构性的问题。美国真正的麻烦是制造业竞争力下滑，是债务规模膨胀，是财政赤字高企。单靠货币政策只能拖，不可能解决根本矛盾。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盯紧的不是某一次会议降不降，而是美国到底有没有勇气承认过去16年的超发美元、推高美股、维持繁荣的循环已经到头了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其实不是美联储会不会再降25个基点，而是全球资本的这盘棋会不会在未来几年彻底改写。先说美元。过去16年，美国是靠超发美元，靠金融市场的繁荣，把全世界的财富吸走的。想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美联储连续3轮 QE， 直接把资产负债表从不到1万亿美元扩张到接近9万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用美元洪水把美股吹上去，把全球风险资产都裹进来。结果呢？标普500一路涨了16年，从2009年的低点飙到今天的历史高位。很多美国人以为这是美国经济的奇迹，其实这是印出来的繁荣。问题是，印钱可以拖延危机，却解决不了债务。美国现在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37万亿美元，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背上10万美元的债务，光利息一年就要花掉1万多亿。你说他们能承受多久？这就是川普急着逼美联储降息的真正原因。因为利率不降，美国财政的利息压力根本扛不住。那降息能解决吗？短期缓一口气，长期只会更糟。利息少了，政府可以再借，美元流动性宽了，市场短期还能炒。但你得明白，全球投资者不是傻子。每一次降息，美元的信用就在被稀释一点。当世界开始怀疑美元还能不能继续当唯一的锚，美元霸权就开始松动。你注意到没有？美联储刚刚降息，人民币马上升值，说明市场已经在寻找替代品。更别提中东在推石油人民币结算，东南亚在谈本币互换，欧洲也在抱怨美元利率的外溢效应。就像一块看似坚硬的冰，表面还亮闪闪，底下已经开始裂。所以问题来了，美联储未来如果真的连续降息，会触发2种可能性，一种是短期繁荣，股市和大宗商品再来一波狂欢，另一种是信用危机，美元被质疑，美债被抛售，资本流向新兴市场。到时候灰犀牛和黑天鹅就不是概念，而是现实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灰犀牛是谁？很简单，美国的债务就是最大的灰犀牛。它体型巨大，所有人都看得见，却没人能阻止它往前冲。
只要利率维持高位，财政崩溃的速度会加快；只要利率降得太快，通胀的火又会被重新点燃。无论怎么走，债务问题迟早会暴露。黑天鹅又是谁？它是不确定性本身，可能是地缘冲突突然升级，可能是某家巨型银行暴雷，也可能是美股某一天突然连续熔断。你看2020年的疫情，不到1个月，美股4次熔断，谁能提前预测？但它一旦发生，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把整个金融体系掀翻。而现在的市场就处在这种脆弱的平衡里，看上去风平浪静，其实底下暗流汹涌。黄金小跌，股市分化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。真正的风险是大家都在赌美联储能完美软着陆。可问题是，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真正的软着陆，每一次经济转向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。所以如果你问未来最大的悬念是什么，我会说，不是下次降不降息，而是美国还能不能继续靠印钞和金融游戏维持繁荣。要是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全球格局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。美元霸权可能松动，美股可能迎来16年来最大的调整，新兴市场可能迎来几十年一遇的机会。但机会从来都不是给犹豫的人准备的。灰犀牛已经在奔跑，黑天鹅可能随时振翅。聪明的人早就开始盯紧数据，不是看热闹，而是看门道。非农就业、通胀、利率走势，这些冰冷的数字其实背后全是资金的方向。最后我想说一句，市场规律很简单，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，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行情。16年的美股长牛已经是人类金融史上罕见的奇观。你信不信，下一次的黑色星期五也许就在我们眼前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